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想象一下，如果你有能力根据隐藏的力量来预测价格可能的走势，基于流动性和公允价值之间的差距，这就像制定市场动力的路线图。我们即将在您眼前展开的路线图，在本期高级课程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内部和外部流动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价格如何在它们之间波动，并填补空白和定义市场均衡。无论您是经验丰富的交易者，还是只是开始你的旅程，了解这个概念可以帮助你更清晰获得对价格动态的看法，并有可能提高您的交易结果。所以，交易者，如果您对此感兴趣，请按赞以表示您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是新来的，那么，让我们开始讨论流动性吧。流动性涉及根据流动性和公允价值缺口预测可能的价格变动，这方面是在交易中最关键的主题之一。在进入任何交易之前，绝对必须掌握它，使您能够预测价格变动的潜在方向以及价格可能表现出的行为类型。例如，在向上或向下移动之前，它可能会回调的方向。什么推动了市场走势？持续影响价格方向的两个关键因素。第一个，流动性区域，市场不断寻求扫除流动性以产生动力。从本质上讲，流动性是市场的命脉，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整体动力和功能中。第二个因素围绕公允价值缺口，市场始终表现出填补和重新平衡其中存在的缺口的趋势。如果您看这个事例，您会发现价格因低效率下而大幅下跌，留下公允价值缺口，随后价格回落上涨并填补公允价值缺口，价格也会上涨以清除外部流动性。一旦外部流动性被清空，价格反转回落以填补最近的公允价值缺口。这种周期性模式反映了市场的运作方式，其中价格往往会清除累积的流动性并填补公允价值缺口。让我们快速细分公允价值缺口，看看如何在市场中识别它们。公允价值缺口通常在三根蜡烛序列内形成，并且在图表上作为大蜡烛很容易注意到。其显著特征是上部并且相邻蜡烛的下影线并不与其主体完全重叠，这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公允价值缺口区域。它本质上填充了影线之间的空间，并绘制在蜡烛的主体上。想象一下价格经历下行走势的情况。公允价值缺口也称为流动性缺口。公允价值缺口的形成是由于在特定的价格下跌过程中不存在购买压力。缺口的识别仅基于考虑推动上涨或推动下跌蜡烛以及相邻蜡烛，该范围之外的其他蜡烛在确定缺口中不起作用。这些流动性空缺区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可以充当有效的工具。由于市场对流动性的吸引力，当价格倾向于下跌时，它的目的是清除其上方的潜在流动性区域，因此这些区域成为有利区域，价格可能会出现上涨趋势，最终填补缺口，然后其看跌气势更加强劲。现在让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外部和内部流动性。谈到流动性，我们将其分为内部流动性和外部流动性两种。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让我们想象一个市场结构，比如由高点和低点组成的反弹波。这些高点和低点代表外部流动性。本质上，外部流动性与反弹浪潮中的高点和低点有关。另一方面，在高点和低点范围内发现的公允价值差距被视为我们的内部流动性。值得注意的是，当放大较短的时间范围时，您会遇到许多内部高点和低点以及各种市场结构。然而，一旦转向更高的时间框架，所有这些要素都将被视为公允价值缺口。市场价格总是在两种类型的流动性内部和外部的流动性之间波动，将其想象为一个连续的循环，其中价格要么从内部流动性移动到外部流动性，要么从外部流动性移动到内部流动性。简单来说，价格要么从高点或低点走向公允价值缺口，要么从公允价值缺口走向高点或低点，这是市场遵循的基本运动模式。如果我们看一下这里的示意图，它显示了向上移动的反弹波，席卷了聚集在前一个高点之上的外部流动性。此后，价格转向由公允价值缺口指示的内部流动性，以填补内部流动性留下的缺口，价格转变回外部阶段。本质上，价格从公允价值缺口转向外部流动性，将流动性扫过此高位后，外部流动性将价格扫过，
然后再通过瞄准内部流动性来平衡，这会促使价格下跌并填补最近的公允价值缺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价格填补了这个公允价值缺口，它可能会寻求外部流动性。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价格会变动哪个方向？向上的外部流动还是向下的外部流动性？要回答这个问题，您应该首先考虑较高时间范围内的先前价格订单流或同一时间范围内的订单流。例如，如果您缩小并看到价格主要处于下降趋势，你会预期结构会向下突破，因此价格会更高，可能会继续向下，以扫除较低的外部流动性。相反，如果价格处于上升趋势，则预期价格将升至目标较高的外部流动性。我们可以用来确定价格方向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当价格进入公允价值缺口时出现的价格行为。如果价格遵循公允价值缺口并表现出对下跌的强烈拒绝，则表明价格可能会达到外部流动性上限。相反，如果价格在达到公允价值缺口后没有表现出重大反应，则表明价格更有可能下跌，以瞄准外部流动性累计的低点。现在让我们进入真实的图表并查看一些事例。我们有欧元美元日线框架图，让我们看这上涨反弹浪潮。我们可以看到，价格最初跌破低点，外部流动性低于该水平，随后价格向上回撤至内部流动性，旨在填补公允价值缺口。在这次重新平衡之后，价格逆转了方向并向下移动，以扫除外部流动性。同样，这里形成了另一波看跌反弹浪潮。该浪潮已经席卷了与先前反弹相关的外部流动性低点，此时价格转向内部流动性。现在是价格转向内部流动性的时候了。值得注意的是，价格向公允价值缺口移动，并在极端公允价值缺口处经历了逆转。我们再次可以在图表上看到另一次反弹走势。最初，价格席卷了这里的外部流动性，此后价格向这3个公允价值缺口表现出强劲的上涨趋势。然而，很明显，尽管重新平衡了这些缺口，价格并没有表现出对任何这些缺口的尊重，价格并没有改变其价格向下的方向。相反，价格被推向外部流动性的上方。明显的是，在扫清买方流动性并形成完美的关键点后，价格迅速反转回到其主要方向。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价格指出以买方流动性已被清扫，价格将与其主导方向一致向下。让我们继续，您看到价格表现出强劲的下行走势，有效地扫过了前一波的低点，这可以被视为外部流动性。此后，价格回撤至内部流动性并填补公允价值缺口。在重新平衡这些缺口后，价格引发了另一次向外部流动性的转变。正如此处所示，就像之前价格设法用长影线扫除这种外部流动性一样，然后向上推高以填补该公允价值缺口的缺口。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此后价格经历了逆转并恢复了看跌势头。请记住，交易不仅仅是为了赚取利润，还在于管理风险和遵守纪律。成为一名成功的交易者需要时间和练习，因此不要因损失而气馁，并始终不断学习和提高您的技能。感谢您观看此视频，我希望您发现它内容丰富且有用。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按钮，我们重视您的反馈和建议，因此请在下面留下您的评论，并让我们知道您希望我们在未来的视频中涵盖哪些主题。我们感谢您的支持，并期待在下一集中见到您。